大家好，欢迎来到 Lazy Chinese 的播客。今天是我素清和 Hello， 我是西卡。对，西卡老师，我们好久不见，对不对？对呀，那素清去玩了很久。是的，因为我去旅游了7个星期，所以呢，我就没有和老师们录播客。好，那因为这次旅行，我有很多的故事。好，那有一个故事，我非常想要告诉你们。然后呢，你们可能有的人知道，西卡的先生，西卡的老公是来自哪里的？英国，对，他是英国人。是的，我的男朋友也是英国人，所以呢，我和他的家人有故事，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他们，还是说这个可能是英国人的特点。我们来听听看。对，我们来听听看。好，那今天我要分享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我和我的男朋友，他的爸爸，还有他爸爸的女朋友，我们4个人一起去餐厅吃饭。然后呢，我们想要点2杯鸡尾酒，因为我们可以分享嘛。我和我的男朋友分享，他的爸爸和他的女朋友分享，我们想点2杯。对，可是他的爸爸听错了，他点了4杯。好，那我就说好，那我去跟服务员说一下。可是所有的人说不要。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要？他们说因为服务员看起来不开心。对，好，然后呢，我们的4杯鸡尾酒只有一个味道。然后我说如果我们点了4杯，好，那我们可以要2个味道。我可以告诉服务员，他们也说不用，这个服务员看起来真的不开心，我们不要去麻烦他。对，然后我就说 OK 好吧，因为我在英国，我也不想真的让他们不舒服。对，可是我就在想，这个到底是英国的特点，英国人的特点，还是说就是我男朋友跟他爸爸，就是他们不喜欢冲突？因为如果你去跟服务员说话，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可能这个服务员又生气了。对，他的态度非常不好，他的服务也不好，所以他们才说不要。对，所以西卡，你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对不对？对，大概也不是很久。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你觉得这个服务生，我们说服务生，台湾人说服务生，你觉得他真的很生气吗？他看起来，对，他是真的生气，就是他很不耐烦，就是他，因为我们在决定要2杯还是4杯，然后他就说你要2杯还是4杯，就我觉得这不是服务员应该有的态度，对不对？对，服务很不好。对，就是他真的看起来就是很不耐烦快一点啊！你要2杯还是4杯？他没有那么说，但是你可以听他的那个语气，就是不开心。所以我有一点点觉得，对，我很想去，因为你很想说，对，我很想跟服务员说清楚，可是他们所有人都说不要。我就想是不是他们英国人？太怎么说？我觉得有一点点太体面了，太礼貌了。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你觉得你一定要说出来，跟服务员说你想要什么，对吗？我是觉得服务员他的工作就是这个，他工作的时候，他应该认真的工作。然后我觉得我去跟他说清楚。不是麻烦他，这个是他的工作。对，我想要告诉他。我觉得如果是我先生，如果今天我和我先生还有他的家人，我觉得他们会说，就是他们可能知道这个服务生不开心，可是我们不想要，我们只想要2杯，
鸡尾酒，但是来4杯太多，然后我们想要换一个味道，因为都已经付钱了，所以你想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或是他们，我们都会我知道你不高兴，但是我还是会，我们说硬着头皮，就是我们还是会告诉你。对，我觉得我不在乎他高兴还是不高兴，这个是他的工作如果我今天生病了，如果我今天的心情不好，我不可以告诉我的学生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就对我的学生这种很不好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不会做的事情。是的，对。但是我说我和我的英国家人会告诉这个服务生，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种英国人太有礼貌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事情，一个英国的文化。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我的男朋友也觉得这个是英国人的特点。对，尤其在餐厅的时候，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这是一本画画的书，就是它是画明信片的书，它把英国一些文化的特别的事情画出来。那里面有一张画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在餐厅吃饭，那他们吃饭的时候，男人说这个沙拉好难吃，而且里面有一只虫，我的沙拉里面有一只虫。然后女人说我的肉也很难吃，好硬，非常硬。然后这个时候服务生过来问他们说今天晚上的菜 OK 吗？你们满意吗？你们开心吗？然后他们说非常好，全部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英国的文化。好的，我也感觉是英国的文化。对，我不喜欢这个文化，我喜欢更直接的文化。那可能西卡的老公和他的家人，他们的性格和我的男朋友的家人性格不太一样，对不对？对。你的先生是英国北边的人，还是南边的人，还是中间的人？是中部，对，他在中部。中部 OK， 好。我不知道，我感觉英国的北方人南方人好像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对，性格不一样。你的男朋友是南方人吗？还是南方人？对，所以我觉得我不太理解这个文化。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喜欢有事情我要说清楚，我也希望别人对我说清楚，所以这种文化我不是很理解，我很难受。对。那我想知道你的男朋友平常你们在家的时候，他如果有事情要跟你说，他会很直接吗？还是他会很委婉，就是换一个方法告诉素清？不一定，我觉得他对我和对别的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对，我觉得我的性格是，如果我不喜欢做一个东西，我会很直接的说不要。但是我的男朋友他会说好，可是呢之后他又说可是我不太想做。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说不要？你为什么不拒绝？对，可是他对他的朋友可能比较委婉，没有办法直接说不要。对我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对，所以也是他的性格。对，我记得我以前在英国有另外一个工作，我在一间商店工作，然后有时候我的同事他们因为可能英国人太礼貌，所以他们说话不会很直接。那可能他请我做一件事情，他会说我希望你做这个做这个，那如果你太忙没有时间也没关系。然后我就会想，所以
所以我要做吗？如果我真的很忙很忙，我不做，真的没关系吗？还是这只是他很有礼貌？后来我发现，那个只是他们有礼貌的说话，你必须要做，其实就是你要做完。对对对对对，对，你必须做这件事。我也听过一个故事，是一个中国人，应该是他在英国，然后呢，他有的时候会在家里唱歌，然后有一天他看到一张纸，然后这张纸上面是他的房东写了一句话，他说：“我很喜欢你的声音。”对，然后呢，这个中国人他就不太明白，他就有点困惑，他真的喜欢我的声音，还是他想说我很吵？对，如果是我也会不明白，因为你一方面他写的就是我很喜欢你的声音，有可能他真的喜欢你的声音，但是呢，我问了我的男朋友，我说如果这个房东是英国人，你觉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觉得一定是他觉得你很吵。对，现在我知道，我想到的就是他可能觉得你可以不要唱歌了吗？我也觉得是的。现在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了解英国文化，那你大概率会觉得，嘘，闭嘴。对，不要再唱了。对，是的我很不理解。我觉得这种你可以说他很体面，很有礼貌，可是我会觉得他很没有效率。对吧？不够直接，对吗？对，因为有的人真的听不懂。对，我觉得会，因为你会想他刚刚说的是我喜欢你的声音，哇哦，他会想到这个意思，他不知道这句话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对呀，是的，这个房东他是在暗示你很吵，可是有的人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文化，太奇怪。好，那西卡，我还有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这一次我去了我男朋友的爸爸的家，然后呢，第一天我们一起去外面吃饭，这个是另外一个餐厅。OK， 我们去了很多个餐厅，对，这是另外一个餐厅。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第一顿饭。好，然后我们以前也常常吃饭，因为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女朋友，他们来过澳大利亚2次了。OK， 好，那我们以前去吃饭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我们付钱是轮流付，就是比如说我们付，然后他们付，没有算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大概就是轮流付。好，那在中国的文化里，如果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一般来说是那个地方的人会付第一顿，对吧？对，因为你是客人。也是，对。好，那我们去吃，我是觉得第一天，我觉得我们付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年轻人，我们还可以赚很多的钱。那老人不一定有那么多的钱，有的老人有，有的老人没有。好，那我是觉得 OK， 作为孩子，我们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我现在回中国，一定是我付钱。我的妈妈不可能付钱。对，如果我带我的家人去吃饭，第一顿、第二顿都是我付钱，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付钱可以。我还问我的男朋友，我说我们付钱吗？对，然后你知道我们最后做了什么吗？你们该不会一人付一半吗？是的，真的，最后 AA 了。哇，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我觉得哇，所以对，付钱这个真的也是我到现在都还觉得英国人跟中国人、台湾人的
这个文化真的很不一样。嗯，对，你们一人付一半，我听起来是觉得好奇怪哦。真的很奇怪。我是觉得我们付，我很开心，对，他们付也可以，如果他们要请我也可以，但是就是一人付一半这件事情是我没有想过的，我太意外了。嗯，而且是跟家人，对不对？对，而且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以前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去吃饭，我们没有 AA 过。在中国我们说 AA 就是一人付一半，对，我们没有 AA 过，所以就是第一顿我们居然 AA， 我的脑子，对，我在想，这个，对，我不太理解，我真的不理解。真的很有趣。对，我觉得我的先生还有他的家人，有时候他们之间的关于钱这方面，那有时候我会觉得哇，你们是家人，可是在讲钱的时候分得非常清楚。对，比如有一次，我的先生帮他的爸爸剪头发。对，那如果在我们家，我帮我的妈妈剪头发、擦指甲油，这个是我帮妈妈的忙，我们是家人，或是你像帮朋友这样。但是那一次，我先生帮他的爸爸剪完头发，他的爸爸给他钱，然后很多时候对，或者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他们会算得非常清楚。你的先生他的工作是理发师吗？不是，但是他会自己剪头发，他也会帮我剪头发。我在英国，如果我不想花很多钱去理发厅，那我会请我先生帮我稍微剪一下。对，所以我觉得他剪头发剪得还不错。OK， 我觉得你的先生跟他爸爸的这个故事比我们 AA 还要让我吃惊。对，哇，我现在真的越来越不理解英国人，天哪，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对，算得非常清楚。可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觉得他和他的爸爸妈妈算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没有算得很清楚，我们都是轮流付，我们觉得应该我们付，那我们付，他们觉得应该他们付，那他们付。可是去英国的第一顿我们 AA， 这个我有一点点接受不了。那你的男朋友有觉得很奇怪吗？还是他完全没有正常？对。对，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他觉得是因为第二顿他的爸爸会付钱，因为第二顿是因为是他的生日，他过生日，所以他的爸爸会付钱，所以第一顿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钱，我不知道，因为英国太贵了。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付，我的心里会更舒服一点。对，也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年轻人嘛，我们可以帮我们的爸爸妈妈付饭的钱，但是AA 我不能接受。我太不能理解这种东西了，太让我吃惊了。太奇怪了。不知道有没有英国的朋友在看，一定有，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对，如果你们有差不多的故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很想听。我们觉得太不能理解，对，不能接受了，太有意思了。对，真的好好玩哦。对 OK， 好的，那今天这个就是我们在英国受到的文化修课。对，我觉得很有趣。我可以问你，就是比如说虽然你以前看过你的男朋友的家人，但是这次你来英国他们家，我想问素琴，你有带礼物吗？给他们吗？
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的男朋友去我的家的时候，他没有带礼物。所以去中国，你的中国的家吗？对，没有礼物。对，他当然不知道他需要买礼物，所以他没有带。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这是第一点。然后呢，第二点是他的爸爸妈妈来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没有带东西。对，这个我也觉得，对，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英国和澳大利亚差不多，没有什么好带的。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好像没有在等你的礼物，所以如果他们没有，真的没有，他们没有想着说啊，你可能会给我带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不要为了送而送，我就觉得这个变得很麻烦。对，我现在也是这个想法，而且我知道，对，像你说的，他们没有期待，他们没有在等你的礼物，对。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英国，然后第一次去我的那个时候是男朋友，去男朋友的爸妈家，我也没有带礼物，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然后我也问我男朋友，我需要买东西吗？他说不用。然后后来我告诉我的妈妈今天我去男朋友的爸妈家，他说你带了什么给他们？我说我没有啊。他非常不能接受，他说太没礼貌了。我的妈妈说你太没礼貌了，他们会觉得我的女儿这么没礼貌。对，是的，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我现在真的觉得有的时候你为了送而送，很多时候那个礼物没有什么用。对，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然后你也知道他们应该喜欢，那这个礼物很有意义。不然的话，我就觉得你很多时候送一些真的很没有用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对，你不需要给我礼物，我也不需要给你礼物。因为英国和澳大利亚真的差不多，不需要送。对，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文化不一样很好玩的地方。是，我也觉得很有趣。OK，好的，那在看这个视频的学生，如果你有什么故事，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是我的男朋友和他的家人，西卡的先生和他的家人，他们很不一样，还是说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在英国的文化里真的很常见、很普遍？留言告诉我们。对，很想知道。我也很想知道。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到这里，我们下个播客见。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如果你喜欢，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你也可以看到哲学、文化等等等等。在我们的视频下面，你可以看到文本。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繁体字、拼音。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你可以下载音频，然后听很多很多遍。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好，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